本股市又刷新歷史記錄了。2026年6月1日，日經指數收報66934.33點，再度創下歷史收盤新高。從2020年低點算起，指數漲幅已經超過3倍。單看這份資本市場成績單，很多人會覺得日本似乎終於走出了失去的30年，但現實的反差刺眼又扎心。股市一路衝上歷史高位，普通日本人的日子卻越過越吃力。截至2025年底，日本民众實際工資購買力同比下降 1.3%， 連續4年跑輸物價。大米價格暴漲 67.5%， 創下55年新高。雞蛋價格上漲 16.4%， 東京小戶型公寓租金也出現2位數上漲。更殘酷的是，扣除通脹後，日本人現在的工資購買力甚至不如1997年前後的水平。資本看見指數新高，企業看見亮眼財報，遊客看見日本變便宜了，外資看見資產重新定價的機會，唯獨普通日本家庭實打實扛着米價、房租、食品賬單的多重壓力。今天我們不空談日本經濟是否全面復甦，只拆2個問題。這輪上漲不是單靠情緒炒出來的，而是3股力量同時在推。第一，長期低利率是行情的底层土壤。日本過去多年維持超低利率，甚至實行過負利率。即便2024年退出負利率，小幅加息，日本利率在主要發達經濟體裡依然偏低。低利率意味着資金成本低，企業融資壓力小，資產估值也更容易被撐起來。再加上日本企業估值偏低，現金流穩定，分紅改善，國際資金自然更願意重新關注日本資產。所以低利率是這輪日股上漲的底層土壤。第二，日元貶值制造極致的結構性紅利。日元弱了以後，日本資產對海外資金來說看起來更便宜。更关键的是，日本很多頭部企業在海外賺錢，他們賺的是美元、歐元，最後換算成日元寫進財報。2020年前後，美元對日元還在100到110附近，後來一度衝到160附近。企業銷量未必突然爆發，技術未必突然突破，但匯率一換算，日元計價利潤就明顯變厚。普通家庭買進口食品、能源、原材料時，感受到的是漲價；跨國企業把海外收入換回日元時，看到的是利潤变好看。同一個弱日元对普通人是压力，对大企業卻是紅利。所以這輪行情裡領漲的往往是跨國企業、出口企業和科技權重股，他們能推高指數，卻很難直接推高普通人的工資條。第三，企業改革落地，帶動估值持續修復。過去很多日本企業賬上有錢，卻不愛分紅，也不愛回購股票。公司看起來穩，但股東回報不高，資本市場自然不給高估值。後來東京證券交易所推動上市公司提高資本效率，意思很直接，錢別一直趴在賬上。到2025財年，日本上市企業設定的股票回購額度達到約22.32萬億日元，比上一財年增加 18%， 連續第5年刷新紀錄。巴菲特重倉日本5大商社，也進一步推高了全球資金對日本資產的興趣。所以這輪日股上漲不是空心泡沫的，它有低利率支撐，有弱日元放大財報，也有企業改革帶來的估值修復。但問題也在這裡，這些力量推高的是資產價格，不一定推高普通人的工資。分紅獎勵的是持股人，回購抬升的是股價，財報改善最先獎勵的是股東和資本市場。普通打工人能不能受益，要看工資、崗位和分配機制，這也恰恰是日本最擰巴的地方。因為它現在兩邊都疼，不加息普通人疼，日元偏弱，進口成本很難下来，食品、能源、原材料的压力最后都会傳到家庭賬單上。2025年日本食品價格同比上漲接近 7%， 這不是數字遊戲，而是每天買菜、交租、繳費時的真實壓力。但加息太快，財政和市場也疼。日本政府債務率接近 GDP 的 260%， 利率一上去，政府付息，企業融資，居民房貸和消費信貸壓力都會上升。更麻煩的是，當前股市本身就很依賴低利率環境，利率一變，資產價格就要重新估值，加少了壓不住物價和日元壓力，加猛了又可能同時衝擊債務。企業、居民和資本市场，這就是日本央行的兩難。他想讓普通人的生活少疼一點，卻又不得不顧慮資產市場大幅波動。日經新高看起來是勝利，但對日本央行來說更像是一場壓力測試。更諷刺的是，普通日本人並沒有深度參與這輪股市盛宴。日本家庭金融資產裡，現金和存款接近一半，股票和投資信託佔比並不高，所以資產持有人享受市場上漲，普通上班族承受物價壓力。股市新高很難直接變成普通人的生活改善，這就是今天日本經濟最刺眼的分裂：資產端火熱，生活端緊繃，政策端受限。股市能丈量資產熱度，卻測不出普通人的生活冷暖。最後留給大家一個問題：日本央行最忌憚的到底是國內高債務、高物價的壓力，還是國際資金波動帶來的連鎖影響？
評論區聊聊你的判斷。下一集我們繼續拆日本企業持續盈利，為什麼這些利潤很難變成普通人的工資、崗位和未來信心？想看完整系列可以點開合集連貫觀看。